最近啊，很多小伙伴们一直关注并且询问我的坦克500 Hi4Z 的价格啊，终于公布了36.3800，而且呢是带有8项无忧礼，反正也是各种方向的吧，大家可以具体去看一下啊，上市发布信息。反正总体来说，就是如果把各种权益要是都算上的话，目前要是想买这辆车的话，实际它的净价格是比36.3800还要低不少的。然后知道啊，肯定很多人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 Hi4Z 和 Hi4T 两辆车怎么样去选择。虽然两辆车呢，它们总体是处于相近的价位，但实际上我想说，除了外观内饰以外啊，坦克500 Hi4Z 和 Hi4T 其实是内部差异非常大的两辆车。而且这种差异是体现在技术结构、性能差异以及说定位等等许多的不同方面。首先呢是混动结构啊 ，Hi4T 车型呢采用的是一套9速的传统自动变速箱，加上一个 P2 的单电机，组成了一套并联式的混动系统，并且呢它是采用了一套非解耦的4驱形式。而 Hi4Z 车型呢，它前桥采用的是一套单电机行星牌的功率分流器，这个单电机呢主要是用来给内燃机调速使用的。而它呢，又把传统的功率分流啮合在这个输出端齿圈上面的这个用来调扭电机呢，去给让渡到了后桥，而使用后桥电机为整套系统呢来完成调扭的作用。在传动比方面呢，前桥呢有3个档，分别呢是用于公路行驶的2个档位，以及说呢是一个越野的4L 档。后桥呢是有2个档位，一个公路档加上一个越野的4L 档。反正总体来讲吧，可以说这个坦克500 Hi4Z 的这一套功率分流的混动系统呢，相当于是一套既复杂但同时又在结构功能上实现了一定简化的这样的一套混动系统。实际驾驶感受方面呢，坦克500 Hi4Z 这辆车啊，它在这么一套比较复杂并且优秀的混动系统加持之下，总体是能够保持说非常连贯而且强劲的这种驾驶感受的，无论是在这种说加速或者说是巡航维度。而在内燃机与电池电力的这种功率合流之下呢，它也可以实现4秒多破百这样的动力性，应当说还是非常强劲的。当然，这样的贡献呢，不仅是来自于说它内燃机和混动系统啊，更主要的是因为这辆车它所配备的是一个容量接近60度的高放电倍率的动力电池。这样的动力电池呢，除了能够给这个车辆的系统去带来一种比较高的放电性能以外，同时呢，还能够给车辆带来一个200公里的纯电的续航水平。如果说之前 Hi4T 车型啊，对于那些有加充条件的用户，可以让他们实现完全无忧的日常的用电这种行驶状态的话，那么其实 Hi4Z 车型超过2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我认为啊，对于那些没有加充条件的用户，也可以通过集中伴随式充电的方式去无忧的用电。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你不在家里边充电，因为它有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你也可以基本上反正就是1周你去集中充1次电。比如说周末带着家人去吃饭逛街的时候，顺便的充一下电，也不额外浪费你时间，一次充满了电，这辆车能跑200公里。对于说如果你日常这种比较规律化通勤的需求的话，基本上也可以撑1周了。大概就是反正1周只充1次电，充1次电用1周，大概这样的使用方式。当然，另一方面来讲呢，即便说你要是不想充电，只用油的话也是比较省的，因为是不同的结构和原理，所以其实这个 Hi4Z 车型，即便你要是日常用油，只用油的话，那么无论城市还是高速，相比于说传统的燃油越野车，它其实也是省了很多的。所以无论用油还是用电，都能够非常切实有效的去降低你的日常能源成本。只不过比较遗憾的就是，因为北京现在气温已经非常寒冷了，白天都在0度以下，所以说呢，基于当前条件，我们确实呢无法说实际的去测出这辆车它能够达成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油耗表现。这一点呢留个遗憾等到春暖花开以后，等到这个季节合适的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去给大家去正式的测试一下，咱们看一看它实际能够达到一种多么真实优秀的表现水平。除了这个驱动、混动、电池3电部分以外呢，
Hi4Z 车型与 Hi4T 它们的底盘结构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因为 Hi4Z 车型它采用的是节耦四驱，并且不仅仅是四驱实现节耦啊，它的后桥也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它不同于 Hi4T 的那种传统的整体式浮动桥，而是采用那种非常巧妙叫做迪翁5连杆的结构。所以实际上吧，反正日常开起来你也能够感觉到，就是 Hi4Z 车型的话，它在这种公路的这种驾驶调教方面，整体来讲会更加的出色并且均衡一些。因此，如果说咱们总结下来就是啊，我觉得 Hi4Z 车型、Hi4T 车型，它们确实定位还是存在比较大差异的。Hi4Z 车型呢，在这种说日常的公路性能、驾驶感受，包括绝对动力性，以及无论是用油还是用电的效率方面，都是全面更优的，并且说呢，它目前这样的这种基本的结构啊和原理特性，也能够满足一般用户反正一种说是中等强度或者所谓这种定义叫做泛越野这样的一种实际使用的需求。而 Hi4T 车型呢，它确实因为非节耦四驱，对吧？所以说呢，它对于传统的这种硬派越野领域，确实用起来能够让你反正更加的无忧，更加的擅长。